怎样在火星建造一座城市？火星移民是人类最雄心勃勃的事业之一，它不是在遥远的未来。埃隆·马斯克和他的公司 SpaceX 正在一步步实现这个宏伟计划。马斯克宣称，最快5年，最晚10年将人类送往火星。他的最终计划是建造1000枚星际飞船火箭，在30年内将100万人送入火星生活，并让他们在火星建立城市，实现最终的火星移民计划。这些火星殖民先驱都是志愿者，因为火星之旅是张单程票，他们将永远留在火星上生活。火星距离地球最近时约5500万公里，人类的飞船到达那里需耗时至少7个月。当第一批火星移民抵达火星时，他们首先需要建造一个基地。由于火星表面没有磁场的保护，大气密度只有地球大气的1%，95%是二氧化碳，无法提供人类呼吸，而且还有来自宇宙的有害辐射，所以第一个火星栖息地将建在地下。一开始所有的物资都将从地球运送，但是由于火星的公转一周是687个地球日，只有当地球和火星运行到距离最近处才能发射飞船，而这样的机会每2年才会发生一次。由于火星上的引力只有地球引力的3%，因此在火星表面降落也是非常危险的，而火星上扬起的灰尘可能更加致命，因为每个颗粒都高度氧化并盖点。如果火星移民要长久的生活，发展成为更大的规模，就必须利用火星本身的资源。不过幸运的是，火星上拥有大量铁、镁、铝等金属资源，所以火星移民将要在一定时间内实现自给自足。人类在火星上建造的第一个基地，是由机器人负责最初的勘探和基础建设。火星上有5米厚的表面风化层，这些物质具有与地球大气层相同的辐射屏蔽效果，可以将其加工成水泥作为建筑材料，使用机器人和3D 打印技术建造墙体。这种材料将是一种很好的保护罩，它们将用跟随飞船一起携带而去的特殊材料，在保护罩下面建立一个密封透明的穹顶型大型增压建筑。这种透明穹顶建筑将成为未来数代人的火星殖民家园。人类将在这些穹顶建筑内实验种植各种植物，而植物的光合作用使二氧化碳逐渐变成氧气。种植庄稼能为火星殖民者提供自给自足的食物，还要在火星建立大规模的太阳能电池阵列来发电，并使用甲烷等天然气作为发动机的燃料。火星上的低重力可能会减少人类的肌肉强度，为了保持身体健康，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需要饲养更多的牲畜来作为食物。但不管是种植庄稼还是饲养禽类，都需要大量的干净的水。火星上会有这么多的水源供应吗？虽然在火星上还看不到液态水，但科学家们发现了火星2极有大量的冰存在。那么这些淡水源可以通过过滤供应移民基地灌溉和生活用水。由于火星上的引力较小，水会更加靠近地表，因此与地球相比，只要更少的水就能保持植物的生长。埃隆·马斯克声称建立第一个火星基地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简易的火星基地将成长为地球以外的第一个人类城市。当这个火星城市拥有了完善的基础设施，而这些设施也会给火星移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不过要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还要有一套金融系统来维持正常贸易的需求。火星上的社会建立初期，以物易物也可能是比较便利的交易方式。一旦更多的移民开始抵达火星生活，就会逐步开发更多生活基地，人类也将开始在火星生育子女繁衍后代，将会建造更多的配套设施，例如学校、采矿场、养殖场，甚至还有酒店以及公共交通网络。每隔几年就会有飞船运输新的移民登陆，定居点将逐渐扩大范围。随着火星人口的不断增加，这种透明圆顶的建筑也会越来越多。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基因工程可以让人类的火星后代更加适应火星的环境。不过他们如果回到地球的话，可能已经不再适应地球的重力和空气。人造磁场也开始发挥作用，它能永久保护火星大气层免受辐射，建立水生养殖场，并投放大量蓝藻进行光合作用，加速温室效应。它们将逐步改造火星的环境向地球化发展。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会使大气层变得稠密，并导致温度升高。大约100年后，火星基地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人口甚至可以达到了上百万。火星人类可能不再愿意被地球人所控制，他们会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府组织。对于在火星上出生的孩子，火星就是他们的家园。圆顶基地、沙尘暴和土生土长的食物是他们习以为常的一切。对他们来说，地球只是一个漂浮在天空中的陌生的外星世界。